你知道世界上第一支正规的特种部队是谁吗？你敢相信该部队仅用了几十人就消灭了7000多轴心国成员，俘虏了2.3万人吗？该部队训练期间死亡率竟然高达30%。大兵说出这些，大家第一时间的想法应该就是怎么可能呢？虚构的吧？不，该部队是存在的，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特种空勤团，简称 SAS。下面大兵来讲一讲这支传奇的英国利刃。特种空勤团最早是在1941年7月由大卫·史丹林所创立的，原称为 L 分遣队，即特种空勤旅，其 L 名称和空勤得名。最初呢是为了配合英军的造谣计划，以误导轴心国军，令他们认为该部队是一支与其他部队一起行动的散兵团。至于真正的特种空勤团，通常会以行动证明假的单位存在。它被构想为一支在北非战场中深入敌后行动的突击队。最初预定该部队会由5名军官和60名其他军衔的士兵组成。1941年11月，该部队执行了首次任务。当时他们空降到地面，以支持十字军行动的进攻。但是由于受到德军的顽强抵抗和不利气候环境的影响，这次任务呢变成了一场灾难。部队中有22人被俘或者阵亡。不过呢，第2次任务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呢，部队的队员由长距离沙漠群运送到了战场，直接突袭了位于利比亚的3个机场，摧毁了敌军60架飞机。期间呢，仅阵亡了2名士兵和3部吉普车。经此一战，空降戈曼德在北非名声大噪。之后的3年时间里，这支特种部队一直活跃在敌后战线，陆续完成了近50多次大小任务，总共击毙轴心国7700人，俘虏了2.3万人。期间呢，部队更名为第1特种空勤团，主要是由4个英军部队、舟艇部队、自由法国士兵以及希腊的圣军所组成。1944年，第1个空勤旅得以成立，该部队是由英国第1、2特种空勤团、法国第3、4特种空勤团以及比利时第5特种空勤团所组成，奉命于法国进行伞降行动，并且执行各种以支持盟军推进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期间呢 ，SAS 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沙漠战役，在意大利和欧洲西部，经常是训练有素的小队深入敌后独立作战。德国当时称其为红色魔鬼。2战结束之后呢，由于英军高层认为特种空勤团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便在1945年10月8号解散了该部队。但是在次年，英国陆军又认为他们需要成立一支长期深入渗透突击队单位的必要性，因此一个新的特种空勤团得以成立。最终，一支在1860年成立的部队，位于尤斯顿的杜克斯路称为艺术家步枪团的部队，在1947年1月1号被改编成了第21特种空勤团。没过几年，英军意识到他们需要成立一个隶属于常规陆军的特种空勤团，因此呢，第22特种空勤团在1952年被正式纳入陆军编制，并且开始在1960年长期驻扎赫里福德，也就是现在 SAS 的总部。1959年，第23特种空勤团作为该部队的第3个团诞生，是由重新改名后的预备役侦察单位组成。之后，随着时间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游击队作战逐渐被反恐怖分子作战所取代。而在这些插曲之中呢，最为有名的是1980年5月伦敦伊朗大使馆人质劫持事件。当时的 SAS 强硬的作战手法完全呈现在世界各国的电视摄像机前。期间 SAS 成员冲入大使馆，采用特种武器和战术，除了 SAS 介入前被害的1人之外呢，剩余所有的人质都被成功救出。这次惊人的成功让 SAS 在世界上名声大噪。现今呢 SAS 主要是由3个部分组成，即第21、22、23特种空勤团。其中呢，21和23是属于预备役单位，只有22特种空勤团才是主力，归属于英国陆军本土司令部直接指挥。大家影视游戏中时常看到的 SAS 部队的形象，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第22特种空勤团的。此外呢，由于擅长的领域不同，他们的成员还被划分为红蓝2队。红队主要负责山地和空降作战，蓝队则是行军和驾驶舟艇。根据任务不同，会由不同的队伍负责，当然也会出现红蓝2队同时出现的情况。
那么说了这么多，想要成为一名 SAS 的成员，都需要经历些什么？首先，该部队的常规单位基本不会向民众公开招募，只有英军现役人员才能申请进入特种部队的选拔。在这之中呢，大部分候选人大多数有着突击队或者空降兵的背景，基础条件呢是年龄不能超过32岁，入选的军官至少要在部队中服役1到2年。而且 SAS 的所有志愿者必须通过由赫里福德团本部挑选的课程，选拔每2年举行一次，大多数是在夏天和冬天进行。地点呢位于威尔士中部的森林布里奇和威尔士南部的布雷肯比肯斯山脉。在选拔开始之前呢，一般会有一名 SAS 的上校在动员讲话上说，在之后的26周里，你们将随时接受各种考验，在选拔行军路线上的任意地点都有概率接受到各种命令。就算你熬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关，我们也不一定会保证你会被录用。我们的战友需要有非凡的耐心、耐力、智慧、主动性，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是个有幽默感的人。SAS 没有鲜花、掌声、派对和旅行，你们不要指望通过战功来博取功名。上面这句话呢非常现实，因为以往当选 SAS 的成员，街坊邻居一般呢只知道他们当过兵、上过前线，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网上也完全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除了一篇篇战斗报道、历史纪录片，根本找不到他们存在过的痕迹。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些功勋、那些荣誉依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动员讲话之后呢，紧接着选拔开始了。第一阶段高山体力测试，为期4周。开始会有几辆卡车将候选者送到布雷肯灯塔的山脚下，之后呢3天，这座山将成为候选者的试炼地。出发之前只允许携带很少的物资，在那里通关的秘诀就是低头撅屁股，一直向前走，直到有人告诉你可以停下来为止。期间的规则是，你必须完全按照预定的路线前进，途中经过每一个检查点，不能沿着较平缓的山坡或者山脊线前进。候选者会被分成若干小组，4人一组，不能有任何人被抓住，也不允许任何人掉队。开始时，你们将集体乘坐一辆卡车，每隔一段时间放下一个队伍。自此意味着你们只能靠自己，没有帮助，没有增援。下车之后呢，教官会对你们说，第一个补给点是方位某某某，必须6点前到，一旦迟到，接下来24小时只能饿肚子。伞兵会在1个小时后开始追击。第一天，当你们走到第一个像悬崖档口的陡坡，如果你无法克服恐惧翻越过去，那么留下装备，淘汰走人。到了第2天，你再也无心观赏山区的壮丽风景，脑子里只想赶紧走过这片山区，越快越好。紧接着，教官会领着你们来到一条深0.66米、宽1.33米的壕沟，里面都是死尸和动物内脏。下面很简单，将步枪举过头顶，从里面爬过去。那时候你就会将感觉如入地狱。至于为什么会有这项测试，是因为在真正的战场上，必然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断臂残肢，该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沉重的背包会将你压到壕沟最底部，你不得不大幅度地摆动身体，在充满恶臭的泥水中拼命挣扎，浑身沾满臭水和碎物。到了晚上，宿营也会被恶臭久久环绕。第3天，教官会背着沉重的背包，挎着步枪，躺在一副担架上，并且说道，今天我是受伤的飞行员，你们的任务就是抬着我，将完成了光荣使命但是在归途中被打下来的飞行员安全送到营地。你们只能机械般的听命令守规矩，将这位伤员抬起来，飞奔狂奔。走过2-3公里后，你们将看到几辆卡车，这是飞行员张口，那是营地，冲刺吧勇士们！你们兴高采烈地冲了过去，但令人崩溃的是，眼看就要到地方了，卡车却直接开走了，扬起尘埃让你们绝望。此时你清晰地感觉到脚上的水泡又磨破了，钻心的疼痛催促着你放弃。候选者都会产生类似的想法，但是留下来的与淘汰者的区别不在于谁有没有想过放弃，而是谁真正的选择了放弃。教官发话了，营地被敌军偷袭，我们必须赶去10公里外的安全点。这时候只要是有点脾气的，估计心里已经开始向教官的家人问好了。说不定你或者你的某名队友就会忍无可忍，疯似的将教官拉下，再对着那张欠揍的脸一顿输出。而教官在站好之后呢，一记正蹬，一个后摆，3秒钟就会将其 KO， 然后对对讲机说，队员失控，领走送回家。事实上，卡车就停在对面的山坡下，
最多再跑1公里就能完成任务。教官这么做就是想试探候选者的心理承受底线，有人淘汰就有人意味着教官成功了。第1周结束，只有少数人通过了选拔。第2周，你们会在一个海拔600米叫做兰菲尔汉格的高地上进行识图能力测试。规则呢，就是在一片陌生的荒野上向地图上的预定集合点前进，期间呢，使用地图和指北针判定方位，并且准确记下来。过后，地图要按照原来的样子折叠起来，以免暴露目的地和行进路线。你们将带着全套装备，与第1周一样，爬越一个又一个山坡，费尽力气爬上一个又一个高台。这时你的脑子里嗡嗡响着，整个人将处于模糊状态，眼睛飘忽不定，看任何东西都闪烁不定。就算是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打起精神研究地图，通过任何方法使自己保持清醒，然后判断位置，选定行进方向。期间每个候选者都会由于穿越沼泽和迷失方向，多走上许多冤枉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已经是精疲力竭了，没有任何人能够轻松地走到终点，没有谁。第3周，你们将面临更加复杂的行进路线，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迷路。毕竟这是一场选拔，总是要有人淘汰，而且是多数人。公告板上公布的线路时刻都在变化，直到行军前1分钟，参选者才会知道接下来的行进路线。教官们会在旁边观察、分析，揪出你性格上的某一处缺陷，目的呢就是将你逼到绝境，进而打开你的内心，看看你的本质。这周结束，会至少有1半的人离开。第4周，考试周，你们每天将4点起床，6点出发，卡车会把你们送到布雷肯灯塔山区一个非常险峻的扇形地带，然后负重按照预定路线爬上顶端，再下来，穿过一片平原，再折回来，一直反复。负重会从18公斤增加到27公斤，行走距离也会不断增加。每当你身心疲惫到极限，教官就会突然冒出来，考你一道极为复杂的心算题。要大兵说，此刻就算你曾经高数或者线性代数拿到满分，遇到这种情况也要拼尽全力才能得出一个差不多的答案。该周第5天，最终的耐力测试来了。你们仅剩的20-30人要在20小时内走完一段山路。教官不会告诉你们要走多远，只会让你背着30公斤的包，带上24块糖和1壶水上路。就这样一直迈着步子走着，脚踝的疼痛就像是塞进去了一块烙铁，脚底的泡早已经数不清被磨破几次了。膝盖即便是带着护膝也是异常难受，腿部肌肉更是早已失去知觉，只能凭着肌肉记忆向前迈进。期间你可能多次看错地图，为此多走了10几公里弯路，而疲惫早已经让你失去沮丧和抱怨的力气。此刻你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路走向终点。尽管你甚至不知道终点是什么。在翻越布雷肯比肯斯山的最高峰时，由于下着雨，可能会有队员因脚滑摔断手臂。除了1辆车会将他接走以外，测试依然会正常进行。在时间仅剩不多的时候，半昏睡状态的你会被一瓢凉水浇醒，然后说你过关了。这时候你直愣愣地看着说出好消息的教官，除了乐呵呵的傻笑，已经没有力气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个动作了。这时参选的140人仅剩了17人。不过不要高兴太早，选拔还没结束。第2阶段特种训练为期14周。第1部分标准作战流程 SOP 为期4周。你们要掌握特别空勤团的基本作战技巧，例如隐蔽机动、侦察技巧、4人巡逻、渗透方法以及接敌实战演练等等。还必须要掌握英军现有的各种标准信号传递技能、隐蔽通信技能以及加密技术。参选者必须达到英国陆军团级通讯兵的标准，使用包括摩斯密码每分钟发送不低于8个单词的电文。另外呢，还要学会使用 GPS 经纬仪、天文导航仪器。经过第1部分，每名 SAS 的参选者都将成为一名可靠的侦察兵，期间筛选和淘汰从未停止。你们还会被要求在特定情境做出艰难判断，教官只问你们的判断，却从不给标准答案，也没有标准答案。这不会暴露你们考虑问题的方式，而这正是教官们所要研究考察的。比如说，在一次训练侦察行动时，教官突然问你们，你所在的4人侦察队出去执行任务期间，有一名成员不服从命令，你决定回基地后举报他，但是在归来的路上发生了意外，你们被敌人发现，在交火过程中，他救了你的性命，成为了全队最勇敢的人。当军官将维多利亚10字勋章别在他身上时，你会坚持举报他违抗军令吗？
诸如此类，不断在压力中让参选者选择，不停地拷问你们灵魂深处的价值。教官呢会看透每个参选者，然后挑选出合适的人，让其走向战场。战斗生存训练为期2周，地点呢在赫尔福德的训练基地。你们必须掌握最基本的生存技术，因为在 SAS 时常在国外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后弹尽粮绝是常有的事儿。利用环境寻找水、食物，躲避野生动物，设置陷阱，生活取暖，搭建临时住所，并且以此生存下去，这是 SAS 成员必须掌握的技能。丛林训练为期4周，你们开始系统的学习丛林生存技能，教官会带着参选者进入丛林，经过不停的实践、讲解、实践。由于热带丛林环境过于潮湿闷热，不仅会被汗水浸透，过多的湿气，你们的装备可能会腐蚀生锈。遇到干燥的地方，就必须想尽办法优先擦干装备上的水珠。到处隐藏的毒虫，被叮咬的往往是鼻青脸肿，严重的甚至会令人丧命。你要学习的就是如何面对他们，并且战胜他们。当然，生存只是最基本的能力，作为特种部队成员，战斗才是你们的主业。在这一阶段，你们还要学会丛林巡逻、跟踪与反跟踪、伏击等作战技能。慢慢的，随着你们掌握的技能越来越多，学会如何在敌后生存、躲避敌军包围、逃脱和撤离方式流程，以及被捕后的反审讯技术。举世闻名的 SERE 会接踵而至，也就是生存、躲避、抵抗、逃脱。最后1周，你们将会被要求单独行动，会有一个步兵营追踪你们这些菜鸟，你们必须使用所学来躲避敌人的抓捕，被抓住就会比别人先进入审讯阶段。其他人在到达预定要求时间后，也会主动向敌人投降，接受反审讯训练。该部分呢，与其说是训练，称其为折磨更为合适。向追捕部队投降时，你会被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黑头套蒙住，紧接着几个人对你拳打脚踢，将你赶上车。之后蒙着头套被压在一张椅子上，手脚都被铐住。这时你会感觉到铺天盖地的无助感，除了被折磨，你什么也做不了。你的名字，你由谁指挥，你的行动目的是什么？此类问题不断出现，总是在最难熬的时刻问你。其实你只要按照要求回答，就能停止一切痛苦，但这也意味着淘汰。你们的回答只允许有一个：姓名、军衔、编号、出生日期，甚至不能说是与不是。不管审讯者说什么做什么，你们必须这样回应，或者拼命地问候他们的家人。你们会面临长时间的噪声刺激感官器官，在脏水潭中戴上手铐脚镣，闻着臭味坐上数小时。军犬就在隔壁房间狂叫，感觉随时都在准备撕咬，甚至能听见啃食生肉的声音。此刻充斥着战友的惨叫声、鞭打声、呻吟声、呕吐声，好像全世界都是邪恶的，你仿佛活不到明天。但是无论审讯会有多痛苦，你们只能回答姓名、军衔、编号、出生日期。在一次精心伪装的考验中，你们已经疲惫不堪，晕头转向。这时他们便会换一种策略，派一名和蔼可亲的长辈般的人物与你们聊家常，探寻你内心深处的感情，想尽一切办法套路你，试图从你的只言片语中获得信息。有许多人是倒在了这一关，他们不是懦夫，他们坚持了很久，只是他们还不够强大，仅此而已。第4部分，跳伞，为期4周。你们被派往位于布莱兹诺顿的皇家空军第1伞兵训练学校。期间呢，每名参选者要求完成8次跳伞训练，其中呢包括1次跳入水中的伞降和1次夜间跳伞。第1周，教官会教你们基本的跳伞动作和技能，熟悉大力神运输机的设备环境，并在机舱内演练技巧，例如挂上钩子、检查设备等等。大部分时间你们会用来练习落地技巧。一旦你们在任务中落地摔坏了脚踝，也就意味着被俘和任务失败。第2周开始练习起跳技术，你们会被带到一个22.8米的高塔上，挂着安全套索向下跳，就像蹦极一样。不同的是，你们必须掌握正确的起跳姿势，体会如何着陆和控制伞体，并且适应空中跳伞的感觉。第3周第1次实跳开始，你们暂时不用携带任何背包，只需要带着主降落伞和备用伞在 C130 上进行，飞行大约20分钟。你们将会被排成2列纵队，做好跳伞准备，期间要严格遵循以下流程。长官下令检查装具，你们开始检查自己和前面一名的装具，将自己的固定开伞索勾在机舱内的缆绳上。舱门的灯光由红变绿，
意味着飞机已经到达目标上空，高度300米，跳入空中。首次跳伞的心情肯定会是紧张的，希望你们都能着陆，找到最基本的感觉。到了第2次，你们将要携带背包，背包在离开飞机前戴在备用伞下面，在降落过程中被放开，用绳索悬挂在下方12米的地方。这根绳索由2个钩子挂在胸前的带子上，这样一来呢，背包会先着地，避免放在后背导致不必要的受伤。之后每次训练都会逐渐降低高度，直到150米的低空跳伞。虽然水面跳伞很让人难忘，但是真正有难度的依然是最后的夜间跳伞。你们必须全副武装，在夜间150米高度空降下去。通过了跳伞训练，也就意味着选拔的结束。教官会亲自授予你们 SAS 军刀中队徽章，授予你们土黄色贝雷帽，帽子上有着双翼短剑标志。剑把下方浅蓝色双翼上用黑色的绸带绣着 SAS 的座右铭 Who dares wins。SAS 的训练就算放在世界各大特种部队里，也是超乎寻常的苛刻。美国 BBC 曾经报道，有退役的 SAS 成员透露， SAS 有时对预备役队员会刻意地挑选极端恶劣的环境进行训练，训练死亡率一度高达20%到30%。不过，严酷的训练与高昂的死亡率换来的是一支强大而且全能的精锐特种部队。不论是应对小规模冲突、战争，还是抵御作恶多端的极端势力，都是轻而易举。总结来说呢 ，SAS 作为英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世界上首支正规的特种作战部队，众多现代特种战术的创始者，一直都是现今许多特种部队的楷模，以能在短时间内精确而高效地完成任务而著称。其任务完成率是现今所有特种部队中最高的。